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暗黑2重置版》双热圣骑士的流程。今天是地狱的第3章，那这个角色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呀。第3章的路不太好找，所以说咱们可能在路上会耽误比较长的时间。装备方面呢，和上期是一样的，没有变化。给大家看一下技能。经常有小伙伴问我呀，角色的玩法都怎么练？那其实暗黑的角色玩法呢，都是围绕着攻击的属性来展开的。一般来说呢，你可以专精一种或者是2种。专精一种呢，就需要考虑如果遇到单系无效的怪，需要怎么处理。因为暗黑2代的攻击属性包括了物理、冰、火、雷、毒，还有魔法。如果你专精一种呢，很容易就会遇到单系无效的怪，尤其是在地狱难度。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考虑怎么去破解这个，是通过装备，还是通过技能？比如我这个骑士呢，破除物理的，我就选择了重链这个项链。它呢攻击敌人有5%的机会会施展伤害加深，可以破除雾免的效果。效率不是很高，但好在呢咱们的圣骑士手速快，所以手速快也是有好处的呀。一路过来碰到了很多的小精怪，所以说雕像很早就打到了。咱们要继续找路打精怪的经验还是比较高的。上期录制完成之后更新了，有小伙伴就说大叔我怎么感觉你这身装备好垃圾这边呢是大沼泽了，我还没有找到洞穴。装备拉不拉几是相对的呀。其实很多网上现成的练法好不好呢？确实是好，但是也是有问题。因为暗黑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玩家的探索，游戏的玩法越来越趋向于追求极限了。这种极限呢，包括了点数、属性点数的极限、技能的极限，甚至包括了装备的极限。很多装备对于普通玩家来说真的是有生之年所以说我在攻略单机的时候呢，玩法和练法更趋向于平民的玩法，包括装备的配置等等。因为太好的东西咱们也没有。看一下这里是不是洞穴呀？是的。今天呢找到了第一个洞。我的现在攻击面板大概是上限3000多。这个高不高呢？对于一个物理的角色来说不高因为这个3000多呢有一点虚。我的身上有一个加毒攻击的符，这个符呢面板就300多，所以说真正来说我的面板也就2000左右。输出高呢得益于2方面，一是圣骑的热忱打击，它的手速非常快1秒钟好几次，一般人顶不住哇，这里被围了被围了呢，咱们就要硬一下了，跟这些怪刚正面只有这样呢，能把损失的血量给偷回来。
双热圣骑士的输出很大一方面也是依赖于压碎性打击啊。你可以看到打 BOSS 的时候 ，BOSS 的前半根血会很快的消耗掉，就是按比例的给敲碎了。地图现在的结构呢，咱们大概是弄清了。出门的北边就是蜘蛛森林，蜘蛛森林的东侧是大沼泽，北侧呢就是剥皮丛林，也就是现在咱们这张图啊。这里又遇到了不少的小怪哦，点儿在这儿。我这关的点找到一个了，洞也找到一个了。咱们继续往北走啊，先贴着右手边吧。这一路都是小怪了，没见到精怪啊。小怪没有营养。看一下目标在不在这边啊？战期之后，还有小伙伴问我呢，说大叔啊，你的装备再怎么升级一下啊？我跟他说升级不了了，只能这样了。对于一个离线环境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我的法师啊，打装备非常的辛苦。录制了一期 K 莫的视频，还录制了一期鉴宝的。鉴宝那期的所有的装备啊，都来自于牛场。哎，这里又回到森林了，那就说明咱们还需要再往北边跑啊。第3章的前3张图真的是太大了。就是你在里面冲起来会感觉到很宽松，说明这是一张老地图了。都是小怪。这里的味道呢，就相当于到了商场了，因为刚才看见了那个船。好，真的到了。到了的话呢，先把这个点儿踩了吧，然后咱们再回头去找剥皮地窖。爆了一个黄金的海蛇皮。刚才和这堆大树啊，属于互相诅咒啊。上一期我还说我的圣骑士啊血量比较少，那现在有一点改观了，现在的血量大概1100，等于涨了10%的血量，这个实在也是不多呀。1100呢能打，但是你要小心，比较容易被秒啊。哦，对面也是狂热光环，有精怪就要打呀。这张图的点在哪儿啊？传送站啊，在这儿。好，咱们回到剥皮丛林吧。看一下这里有没被探到的图啊，但是好像绝大部分都探完了呀，可能就剩一点点没走过的地方。这种情况是最讨厌的。上一期还有小伙伴留言说：“大叔啊，你会 TP， 那你就一直 TP 呗，你总冲什么呀？”TP 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 ，TP 需要切换双手杖，这个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为你放弃了盾嘛。这个盾的技能施展之后呢，防御力是相当高的。按我现在的技能等级，使用盾之后防御力上万啊。但你如果用了双手杖，这个人物就显得脆得多了，非常容易被击中。好的，可以把这个任务也做了。所以说 TP 赶路呢，到了地狱难度，小心一点。还爆了一个哥德战甲，暗金的，这是不是什么预兆啊？我这身上要满了，回来整备一下。最重要的呢是把咱们的 TP 杖修理一下。感觉这一顿忙活呀，本章的任务完成了一半。看一下这个黄金戒指，2头法力，15力量，抗冰抗电，还有一个1EK。这个属性让你感觉啊都有用，但是呢都不大够啊，留着吧。那我现在呢就是没有双息戒指啊，自己也没能力去去做。传送杖确实需要修了。一会儿在地窖里啊，因为地形比较狭窄，需要用。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这个 TP 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尤其在剥皮地窖以及本章最后的图里边传送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我这种脆皮呀，我只有1100的血，如果呢被诅咒了，一个 TP 发现身边都是冥河娃娃，万一被 A 到了一下，我小弟又手欠捅爆了2只，我可能当场去世啊，都不用冥河娃娃来 A 我。啊，那有一只绿的啊，这个惹不起啊！你看他被绿了呀，他最急呀，最生气啊，攻击力最高啊！这里也有蓝的、绿的、红的、黄的，我的天！五彩斑斓的冥河娃娃大部队啊！法师看了，脆皮看了都要瑟瑟发抖。尤其咱们头上如果再多一个诅咒，哦，这里好危险！这里啊 ，TP 起来呢，不要按住右键不松手啊，而是应该有节奏的一下一下来，根据咱们的 FCR， 也就是魔法的施展速度来进行 TP。这样呢，咱们站定一下之后，趁着对面愣神儿，咱们又传走了，这是最为稳妥的传送方式啊。哦，这里已经见到了小 boss， 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我的伤害面板，大脑捡走。我小弟的伤害大概是6500左右啊。前提呢是他也是脚下踩2个光环，然后呢他施展了强化，6500左右。那我的攻击上限大概是3500左右，也就差了好多呀。也就是说啊，小弟的输出如果不算手速的话，他比我是猛的呀。好了，咱们继续做任务啊。先找神殿，一个门向南开的。
找了一半了，没有啊。下水道入口，下水道呢这边还有一个，我来喝口水啊。这个地方快要探完了呀。好，这个是。看一下，没错呀。敌人配置呢是蜘蛛，吸血鬼哦，一边满编的，妹子就冲上来了呀，这个有点顶不住啊，所以往后退了一下，人数太多了，你知道，我这个年纪一起对付这么多呀，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要服老啊，确实呢是不年轻了。这里敌人好多呀，竟然还有一个。好的，这个任务呢算是完成一半吧，因为还要回去交。咱们要下水道了。下水道的话呢，咱们就贴边吧。感觉左边有一个空间，像这种地方呢，就非常容易是咱们的目标啊。其实过了这关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地狱第4章的诅咒骑士啊，有很讨厌的诅咒，就是衰老。衰老之后呢，咱们的攻击速度啊大幅度的下降，这样就导致呢咱们偷取血量的效率就大大的下降了。好，这里是2层，非常容易就找到了。这个地方一定要刚住啊，因为咱们现在是一个被诅咒的状态，而且还是绿的。如果你手慢，损失的血量偷不回来，很容易就被 A 趴下了。这个蝙蝠呢 ，A 人是相当疼的。可以了，回去交一下差吧。我感觉目前这个位置呢，距离商场的上层，左边那个下水道出口也不远了。属性点数、血量，然后这关又升了一级，这关把血量又撑了一下，撑了那么几十点吧，大几十点。所以现在是1170多的血量。其实我感觉啊，一个战士地狱难度了，你至少1500才算合格啊。才60分啊！咱们现在的血量大概也就50分吧，有点贫血了。走传送门。刚才还说呢，这里距离上层的下水道的出口应该是不远了。好的，已经到了。这样下一个目标啊，打这些议员了。先去把点儿踩了。那下一章呢，咱们就是地狱的第4章了，难度比较高，我应该多练几局。我起码把级别提升到接近80或者80级啊。然后再打地狱4，地狱4的流程比较短，可能咱们把地狱4打完也没有升级。这样的话我就练到80吧。
报了个10号，算了吧，10号我有好多了呀。来，往后退一退啊，退一退。对面第一波火呢，人比较多，关键啊是保证让咱们来主要吃这些火龙的伤害，因为小弟有可能顶不住的。咱们是圣骑士，抗性比较高。都绿了。挺住，左键不要松手啊！圣骑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偷不回来东西才挂的。哦，命中率好高啊，一下就把球打碎了。这样的话，咱们去打老莫了。地狱的手杀，哦，还又给了一个暗金。那上一期也说了，如果呢2层这里没找到传送站的话，我就不去再跑去找了。哦，这里冥河娃娃，好危险啊！最怕的就是冥河娃娃有法力燃烧，你一个 TP 过去，邦被定那儿了。你再想传送走的话，发现自己没蓝了。另外呢，传送的时机、节奏也非常重要啊。使用 TP 杖呢，在这儿真的是比较危险。好在咱们是圣骑士啊，抗性较高，拿盾的状态呢，格挡也不低。好，2层了。找传送站或者3层。如果先找到3层呢，咱们就下去了，可以不留这个点儿，因为圣骑士啊，它并不是为打装备而生的。那之前很多小伙伴问我角色练法的时候，其实也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啊，就是你这个角色你想怎么玩？你是想通关，是想打装备，还是想 PK？ 这个用途不一样啊，角色的练法也不一样，装备要求也不一样，甚至呢，你看着一个加点的攻略，一个练法，装备你也够，你把这个角色呢攒起来了，攒起来之后发现，这个操作和你的性格极为不符啊，玩起来呢就是不爽。那其实加点之类的，自己还是要多研究。没有最好的玩法，只有最适合你的玩法。你只要解决了攻击属性的问题就可以了。当你决定使用单系攻击的时候，能够破掉对面单系的免疫，也就成了。如果是双修呢，那就更好了。比如说法师啊，冰火双修。哦，传送杖呢没有次数了，回去修一下。回来修一下，整备一下，然后就是打老莫了。其实大怪啊，没什么难度啊。关键就是这些小怪，尤其什么冥河娃娃、电鬼之类的，极其讨厌。我们上去啊，几下就能把老莫的血量锤没一半。好看这个 CD 的效果呀！给我爆点什么吧，老莫。爆了2个暗金，这个我要象征性的捡起来，这个不容易啊。如果算上他的灵魂之石呢，就是3件暗金。
我要捡一下啊。另外这个黄金的宝冠呢，我也要捡走。那好吧，本期呢时间差不多，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